家好，欢迎收看可爱家庭。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INFJ 优于其他人格的学习风格。今天要来聊聊 MT 测验中那个稀有的像大熊猫一样的 INFJ 人格。这次我们聚焦在他们超凡脱俗的学习风格上。话说 INFJ 可是被誉为学习中的神秘智者，他们的学习方式独特到简直能够开创一门新学科，如何在灵魂层面学习，并且顺便拯救世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稀有人格如何在学习中优于其他人格，还有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小插曲。 INFJ 的学习风格，预知未来的学霸模式。你知道吗？ INFJ 学习的时候就像是开了上帝模式，旁已经预见了未来的考题。他们的内向直觉 NI 和外向情感 FE 让他们能够在一片混乱的教材中直击核心，旁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引他们这段要背，这里会考，搞得其他人格类型只能待在一旁，满脸懵逼的看着他们，一脸笃定的画着重点。当朋友们正在苦苦挣扎着某个特别难懂的概念时， INFJ 已经能够以一种淡定的口吻说，放心啦，这个部分其实不用太在意，考试不会出这么深。然后事实证明他们说对了。这种神准的预测能力让 INFJ 在学习上走得顺风顺水，简直像是有考古学家 DNA 一样，能从一片废墟中挖掘出最有价值的文物。但这种预见未来的学习模式有时候也会让 INFJ 陷入困境，尤其是当他们的直觉不灵的时候。比如说一次期末考试，他们也许会天真的相信直觉告诉我这章节不重要，结果考试一发现试题全都是他们忽略的章节，那种瞬间掉入地狱的感觉可是比一般人更加强烈啊！深度思考，把学习当成灵魂修行。 INFJ 的学习风格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过关，对他们来说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灵魂的修行。他们不满足于表面的知识，而是总想挖掘知识背后的深层意义。这种学习方式简直像是哲学家附体，让他们总是能够从简单的教材中悟出人生的道理。举个例子，当大家在学习历史时，可能只会关注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件，而 INFJ 则会思考这个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何深远影响，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人生智慧。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走神，脑海里浮现的是自己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实践这些古老的智慧，完全忘了现在是在背考试重点。但这种深度思考有时候会让他们不小心陷入知识的黑洞。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叶子会变黄，可能会引发他们长达数小时的深度反思，从生物学到环保，再到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最后甚至可能跑题到我们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静。这种高度跳跃的思维让 INFJ 们学习起来既充满乐趣又略显疯狂，旁他们的学习目标不再是掌握知识，而是寻找内心的真理，与人分享，教学相长的天赋。 INFJ 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教学天赋，他们不仅喜欢学习，还乐于把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别人。这种教学相长的特质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总能发现新的视角，旁每一次的分享都是一次自我启发的机会。当朋友们对某个问题感到困惑时， INFJ 会耐心的解释，并且会不厌其烦的使用各种比喻和故事来帮助对方理解。比如说，如果有人问他们什么是重力， INFJ 可能会开始讲一个关于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故事，并用这个故事来阐述牛顿如何发现重力定律。这种教学方式既有趣又生动，常常让周围的人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真是太厉害了。然而当 INFJ 讲得太过投入时，他们可能会忘记这些比喻是为了帮助别人理解，结果讲着讲着就跑偏了，变成了一场哲学讨论或灵魂探索。当他们终于注意到对方已经完全跟不上时，才会突然停下来问，哎，你还好吗？而对方则可能已经一脸迷茫地看着他们，旁在说，这不是我刚才问的问题啊。学习环境，创造一个完美的心灵境界。 INFJ 对学习环境的要求相当高，他们需要一个安静且充满正能量的空间，
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对他们来说，学习不仅是吸收知识，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进化。因此，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学习空间打造成一个心灵静室，充满了各种让人放松的元素，比如说柔和的灯光、舒适的椅子，还有可能是一杯香气扑鼻的热茶。你可能会看到 INFJ 在学习前会先花半个小时整理房间，点上一些香氛蜡烛，放点轻音乐，然后才开始翻开书本。这一切似乎只是为了让他们的心灵进入一种学习的冥想状态，让学习变得更像是一场仪式。当环境不达标时， INFJ 可能会觉得自己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比如说，如果在图书馆遇到有人讲话太大声，他们的内心可能会变得无比焦躁，旁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们作对，逼得他们不得不戴上耳机，把音量调到最大，才能勉强继续学习。而当终于能够在自己的心灵静室中安心学习时，那种幸福感就像是刚刚战胜了一场环境战争一样，充满了胜利的愉悦。INFJ 的学习优势，深入与广泛兼顾。INFJ 有一个显著的学习优势，那就是他们能够同时兼顾学习的深度与广度。他们既能够深入研究某个特定领域，又能够广泛涉猎其他相关的学科知识，这让他们在学习上总是能够洞悉事物的全貌，并且能够将各种知识灵活地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解体系。当其他人格可能只会专注于一个单一领域时， INFJ 则会不断地探索新的学习领域，试图找出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比如说，当他们在学习心理学时，他们可能会突然对哲学产生兴趣，接着再延伸到文学，最后可能还会跑去了解一下宗教。这种无限延伸的学习模式让 INFJ 的知识面相当广泛，旁他们的大脑就是一座知识的迷宫，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学问宝藏。然而，这种广泛的兴趣有时候也会让 INFJ 变得学而不精。当他们兴致勃勃地钻研各种学科时，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对哪一科都只懂得皮毛，就像一个知识上的万事通，但却缺乏专精的杀手锏。当朋友们问起他们某个特定领域的细节时， INFJ 可能会认真地解释一阵子，但到最后只能摊摊手说，差不多就这样啦，我也只是略懂一二。这时候，朋友们大概会感到一阵失落，心想，我还以为你是专家呢。学习中的灵魂充电，休息也是学习的一部分。INFJ 在学习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非常注重灵魂的充电。对他们来说，学习不仅仅是脑力的活动，更是心灵的滋养。因此，他们不会让自己长时间陷入高强度的学习，而是会时不时的让自己充电，比如说散散步、听听音乐，或者阅读一些非学术性的书籍。INFJ 可能会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合上书本，然后沉思着说，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静静地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风景发呆，或者拿起一本小说，暂时让自己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在这些看似无所事事的时光里， INFJ 其实正在潜意识里整理学到的知识，让他们在心灵深处慢慢生根发芽。有时候，这种灵魂充电可能会变成一场漫无止境的拖延大赛。INFJ 本来只是想稍微休息一下，但一不小心就会被自己手中的小说吸引，结果休息变成了沉迷，学习计划被无限推迟。当他们终于从沉迷中清醒过来时，才惊觉，天啊，我这一下午什么也没学到。这时候，他们会感到一阵内疚，但内心可能又会偷偷说服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嘛，至少我充满了灵感。INFJ 的学习目标，追求意义而非分数。INFJ 在学习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往往不太在意分数，而更关注学习的意义。他们认为，学习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考试的成绩，而在于能否在生活中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因此 INFJ 可能会花大量时间去思考一个概念的深层含义，而不是仅仅背诵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当其他人格类型可能会为了拿到高分而熬夜背诵时， INFJ 可能已经
进入了一种哲学家的状态，思考着这个知识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或我如何才能把这些理论应用到现实中。这种对意义的追求让 INFP 在学习中充满了动力，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超越成绩的学习目标。这种对意义的执着有时候会让他们陷入一种分数焦虑，当考试成绩不如预期时，他们可能会一边自我安慰，分数不代表一切，但同时又会忍不住感到失落，心里想，可为什么我的分数还是这么低？这种内心的矛盾让 INFP 在面对成绩时，经常处于一种爱恨交织的状态，他们既想超越分数的束缚，又无法完全忽视成绩带来的压力。INFJ 的学习困境，自我质疑与完美主义。虽然 INFJ 在学习上有着许多优势，但他们也时常面临一些内心的困境，其中最让他们困扰的，莫过于自我质疑和完美主义的双重夹击。INFJ 在学习中往往会陷入一种自我质疑的漩涡，他们总是担心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了所学的内容，或者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在实际应用中运用这些知识。这种自我怀疑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重新检视自己，甚至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放慢学习的步伐，以确保自己真的懂了。这种自我质疑有时候会让 INFP 陷入一种无限循环，他们学习一个概念，然后质疑自己是否理解了，再花更多时间去确认理解，最后可能会发现自己花了大量时间在一个原本简单的问题上。当他们终于弄明白时，可能已经是凌晨2点了，而他们本来还有好多章节要读。这时候 INFJ 可能会无奈地笑着说，好吧，我可能太认真了。至于完美主义，这更是 INFJ 在学习中的死穴，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学习中做到最好，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他们在学习中往往会花更多时间去打磨每一个细节，确保自己不会出现任何错误。这种完美主义有时候会让他们在学习中陷入一种永远准备不完的困境。比如说，当他们在准备一份报告时，可能会反复修改，直到自觉无可挑剔为止。结果，他们花了大把时间在修改上，却发现离截止日期只剩几个小时。这时候，他们才会慌张地把报告匆匆交上去，内心却仍然在纠结，其实我还可以做得更好。INFJ 的学习风格与自我成长。总结来说， INFP 的学习风格是独特且充满魅力的，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直觉和深度思考能力，还能够在学习中追求更高的意义与价值。然而，他们也常常陷入自我质疑和完美主义的困境，让学习之路变得既精彩又充满挑战。INFP 的学习过程有时候就像是一场自我探索的旅程，他们不断在学习中寻找内心的答案，并且在这过程中发现更多关于自己的真相。这让他们在学习中不仅仅是吸收知识，更是在进行一场心灵的修行。因此，如果你身边有一位 INFJ 朋友，当他们在学习中显得特别认真，甚至有点龟毛时，不要笑他们，他们只是在追求自己心中的那份完美与真理。而如果你自己就是 INFJ， 那么恭喜你，你拥有一种既神秘又充满智慧的学习风格。请继续保持你的热情，并且不要忘记在学习中也给自己留一些空间，让自己可以轻松一下。毕竟，学习不仅是为了知识，还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而这正是 INFJ 在学习中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再麻烦按赞、订阅、分享及开启小铃铛。